想问就是如果例如我现在在路上就是看到一只可能动物，它可能被车子撞到了，它可能在受伤的状态中，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要打电话做什么处理吗？ OK， 好，分几个阶段啊。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医师，我是 BB。今天我们新的系列开一张啦，是什么？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系列的名称叫做职业访谈。刚刚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笑声了吧？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这个系列呢，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的职业的来宾来分享一下他的职业的内容啊，或者是工作的一些辛酸血泪的故事。那在开始今天职业前，想先问一下大家喜欢动物吗？想要在都是动物的环境中工作吗？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动物的，你看我们之前有养阿杰就知道。所以在做这集之前，我就非常期待这集来宾，不知道会听到什么他自己的有趣的故事。那今天要访问的职业呢，就是收容所的兽医助理。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马吉。嗨，大家好，我是马吉。马吉，欢迎马吉，又是三访来宾。对，上一次的三访来宾是好久之前了，又是马吉了。没错，那马吉他本身的职业是在收容所担任兽医助理嘛？对。那你在这行也做了2年，差不多做了2年了。期待今天会听到什么有趣的故事跟你的工作内容。故事可多的，感觉出来，好期待。那我们先从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啊？我算是比较误打误撞，因为我刚好从上一个工作离职了，然后有看到类似这个职位的内容，然后我就去丢看履历看，然后就老板就找我去面试，然后因为我之前是读跟畜牧相关的，所以一般可能怕不怕血啊，或者一些相关的内容，我本来就已经可以接受，所以我在面试的过程中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去现场看环境状况，我也都觉得还好，我大部分东西都觉得可以接受，所以我就后面就是来应征到现在这个工作这样。听起来像是一切都是缘分，对啊，走一走就遇到了，而且做2年呢。感觉好久哦。对啊，就是2年，就是你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内容啊。通常最夸张的情况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夸张。那既然你都讲到工作内容，我们也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内容有什么好的。我主要的完整的职称叫做那个收容所行政柜台兼兽医助理这样子。那我们主要工作分2个，一个就是行政，就是正常你来收容所方面，你要办领养啊，你有想要走弃养，或者是你今天捡到猫、捡到狗等等之类的状况，都是我们在行政方面会需要去协助帮你们做处理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兽医助理的部分，就是犬猫啊，只要有任何的状况，然后我们医师需要做协助的，或是他们日常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喂药上面的专业，因为像狗的话，可能都还是可以就是放在罐头里面拌着给它吃，但有些猫咪状况不太 OK， 就很需要用那个喂药器喂药。那这些就是日常琐事，但是又是必要的内容，就会是交给收助来做处理这样子。大致上工作内容是这样，也就是说会负责收养跟领养的行政流程，还有一些动物的喂养、制药或者是排泄物清理的一些工作内容。对，原来是这样，感觉好像蛮多的耶，蛮多工作项目。对啊，听起来其实你们工作内容蛮多的耶。可是我们工作不会通常同时混在一起啊，就是你今天行政就会专门负责行政的内容项，然后今天受助就是专门负责受助的一些资源跟医疗这样。你们的工作时间一样是8小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分配的？对啊，就是一样，跟那个一般的公务人员一样，因为我是刚好我的工作是在收容所，那其他的动物医院我可能就不清楚。所以你要同时会行政，又要同时会受助的东西。对，我们2边都会同时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我们工作上面2边同时会，其实也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像譬如民众要领养猫咪好了，我们这边会有审核。那我们在审核的时候，我就会提早知道这些犬猫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就可以提早先跟他讲说，这只狗狗或猫咪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那你觉得这份工作会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做啊？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可能真的要很有耐心啦，因为其实很多像行政上面跟民众讲解内容啊，或者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照顾猫啊，因为猫咪会需要的医疗协助会比狗相对多很多。那这猫咪都是那种很神经敏感的那种动物，你如果这样子粗鲁对待猫咪的话，你的手大概已经是全部都是条码了，全部都是条码。对啊，猫咪真的很对啊，所以就是最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耐心真的很重要啊，很多而且医疗上面很多东西你真的是急不得的，就是你真的要等它有反应，像是灌食饮总不可能你今天它东西都还没有吞下去，然后就一直灌，把它当作是肉泥在那边挤。对，我刚以为你耐心是要指说跟那个民众的部分，民众的那个耐心可多了，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就是你今天跟他讲再多都没有用，然后你就要很有耐心的在那边听他把他自己的没有逻辑的论述讲完，然后等
等到他讲完他没有逻辑的论述之后，你还是要很坚决的跟他说哦不行哦，你还是不能领而且你要听他讲完，对，你要听他讲完，你中途打断的话，他就会更生气，对然后他就会爆气，然后再去检举你。我们都懂，有做过客户都知道。你只要有做过，你只要不管是客户还是你只要做过一般服务业，应该都可以知道 OK 的那个状况大概是长什么样。还是所有职业都是服务业？真的，对啊，这所有职业都服务业。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特质会比较适合做吗？因为像我们这边还蛮多的工作，像我们刚刚讲，我们的受助或行政，其实通常都是两个去做搭班的，因为需要团体合作。对，所以需要你可能要跟你自己搭班人合作，或是你今天甚至可能医生需要手术的时候，你也要去帮忙协助配合医生，所以最少你不能是一个很边缘的边缘人啊，什么东西都想要自己做，想要自己来。那在这个工作上面会变成很难去看了协作做事情，因为你们太需要分工，团队合作很重要。对啊，而且重点是我们这边的时候，很多时候还会需要蛮大的体力活的啦，就是不管是有些抓猫啊，还是那个今天狗可能来的比较大只，你需要去压制它，或是需要一起协助处理一起协助处理这些时候，需要好多个人一起帮忙。对，听起来你是不是也需要很有体力啊？感觉你们好多劳动力的事情，又要压制狗，又要养狗，干嘛的？还好啦，就是相对来讲还是跟那个真的重劳动阶级来讲轻松很多，但是就是你还是会有很多是需要使用体力，光是你长时间站着，然后去协作每只狗的服务跟巡视，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蛮大的体力活了。鞋子看来要买比较舒适一点，才比较能这样久站。真的，你的脚会很痛的。对啊，好辛苦哦，真的是。那你觉得做这份工作有什么时候让你比较有成就感呢？当你今天，尤其是受助部分啦，那你今天真的照顾一只那个身体有状况的猫咪，看着它从后瘫到可以站起来、会走路、会跑的话、会跳，然后跳到你开始会觉得烦躁的时候，当下的时候，我跟我同事们都会开始有点抱怨说，早知道就不要把它医得这么好了。就有点像是爸妈的感觉吧，看到自己小孩从小长大的那种感觉，这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真的，而且你真的会看到一个从病恹恹的虚弱，然后没有体力的自我生存能力的东西，然后被你照顾到他看起来很有活力，或是从到皮了，对，到皮了，然后这到那个从不亲近人的猫，然后开始慢慢亲近，然后甚至到最后会开始主动来找你，会撸你的那种感觉，那个心情真的会让你在这个工作上面有很大的成就感。对，真的把一个生物给救活的感觉了，出自你手的感觉。对。那这样你们工作上会遇到什么比较挑战的事情吗？或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在工作上面心情最差的时候，很多就是刚刚讲，你今天亲手到大照顾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小动物，然后就送到一个看起来不太 OK 的人的家里面啊。然后因为我们收容所就是有给他民众30天的退养期啦，就是但我跟你讲，今天如果发现猫咪给到不好的人家了，你今天领出去本来亲人到会撸你的猫咪，它今天被你接回来开始缩在角落，开始会不动，那个心情上真的会很差，而且重点是它这个还是退回来，很难想象那些没有退回来的那些他们现在会变怎么样？对，现在是长成什么样子的猫咪。然后你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不太好的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拒绝他的领养的时候，那个心情的焦虑就会变得很严重。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拒绝？是他们钻漏洞吗？因为你们领养不是一个流程，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强硬的拒绝啦，但就是很多民众会像我们刚刚讲，我们领养的时候审核都是有流程的，最麻烦就是它流程上面都 OK， 但是你一听就会觉得它是不 OK 的事主。正常来讲，你就是稍微要知道你一天猫咪大概要喂多少餐，基本的生理需求，这东西都已经到很难了。听到今天这个人讲都讲不出来，就是他一定都没有做功课的时候，你当然下意识就会想要挡他。可是很多民众就会用一些我今天开车很累啊，40几分钟啊，然后你讲不是说那个领养代替购买，开始请了你们，对，你们还是不是收钱？这就是要耐心。对，那些事主里面，你有遇到一些哪些比较难搞吗？或者比较特别的事主吗？我们这边也很常发生，就是路边的很多爱妈，我不是抨击所有的爱妈都很差，但我们很常会发生这种爱爸爱妈，他自己就是在路边长时间喂养那个旁边的犬猫，然后导致犬猫就开始有地盘性了嘛，然后有地盘性就开始会有什么追车咬人攻击的那一些事件，然后之后他们会通报收容所，然后我们这边因为现在政府的政策就是 TNV 就是结扎后去把它回治，帮他打完狂犬病疫苗，然后结扎之后再做回治。回治是什么？放回原本的地方，放回到我们捕获到就是他平常的生活环境，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会对环境比较熟悉，不会有可能饿肚子啊，或者被其他狗驱赶的等等的状况。然后也有民众通报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去放那个类似防追棒，它就是一个项圈，然后它会垂着一根棍子在下面，然后就是狗狗如果在跑追车的时候，它那个棍子就会去撞到它的膝盖，然后就会让它膝盖会不舒服，那它就会停止追车这个事件。然后就会有爱爸爱妈就说它好可怜哦，然后
后他就说他平常休息的时候都在大排水沟，他这样不好休息，然后就去把他追车棒拆掉，然后结果那只狗狗又去追车咬人，那又被那个狗通报进来，然后那个爱爸爱妈就还要觉得说哦他这样很可怜，然后我去把他领养回来，因为之前都是在外面流浪的嘛，所以他没有被关过笼子里面，他就会想办法从笼子里面挣扎的，然后他后面还要说他真的把他家楼子不知道为什么扯开，然后他从2楼阳台跳下去，跳到他家原本他活动的那个地方的公园。哇！后面他还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办法什么东西可以协助我们处理？我就说你至于领养了这只狗这些其他状况，你要。就是你打算要领养当下，你就要知道他对要处理。他说你们政府单位就是这样，你们就没有想到那个民众之后领养出去会有什么状况，然后还要处理，那你们能提供协助只有这样吗？那我们就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照顾好，我们这边可以让你退养回来。我就没有要退养，不然你想要怎么样？好无理取闹。对，他就是在无理取闹，导致这个问题的人也是他，然后我们也做好我们原本该有的防范措施，然后就最后导致那个他自己必须要走到领养这一步，然后即使他走到领养这一步，然后有问题之后还要再回来继续责怪。他这个算领养吗？还是退还？对，他还是领养，他后来没有退还，但我们就不知道他这狗的后续状况是什么了。好，那我们来到第2 part 常见问题还有建议的部分。来，我们来问一下马吉，你觉得受助需要担心会不会被狗咬吗？哦，我觉得正常来讲要看啦，因为一般的动物医院的话，它的接收到的资讯就只有饲主而已嘛。他饲主说、哦、我家的狗很乖的时候，你也只能相信他家的狗很乖。可是像我们因为在收容所，你在日常照顾上面，我们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喂饭的一些工作人员，他在平常接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这个狗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收容所相对来讲会因为处理流浪犬猫的状况会比人养的多很多啦，所以你会有各种方法，像我们会有猫网，就是一个网子，它是网格状，但中间有东西，那猫咪就没有办法通过网子来抓到你。动物医院它是只听客人说它会不会咬人，但收容所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了，所以就可以提早知道怎么预防这件事情。都会以这只犬猫会是咬人的状况来去慢慢的去接触它看看。我第2个看到常见的问题是，你们会需要协助手术吗？会，我们其实大部分收容所里面还是会有手术的动作，但是因为收容所的手术就不会到太复杂，只能做到一些简单的，可能就是外部肿瘤的切除啊，或者他可能身上有一些肿块，或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可以去帮他做清创的手术。所以你们在面试的时候才问到说你们会不会怕血或敢不敢协助？但是协助手术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比较资深之后才让你们做，不会让你们一进去就做这件事情？对啊，就是你最少要知道你手术应该要负责什么东西，或是至少你要知道你要拿什么器材给医生吧。就是今天医生说你帮我拿一下止血钳，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你可能医疗上面没办法协助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怕血的部分，就是你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也问他们说你会不会怕血。那除此之外，你们面试还问什么？就我们通常就会问像是什么，说你们会不会怕血啊，还是什么你喜欢动物吗？遇到一些那个动物的大小便，甚至你还需要去观察它大小便有没有状况，能不能接受清理动物的排泄物？对，所以我们有些检测都还是需要用到动物的排泄物来去做处理跟检测。你看有些猫咪，你发现它有体内寄生虫，是要它拉出来，发现它大便里面有虫，你才会知道。那除了这个之外，还会问什么基本上饮料那个不怕血，然后再来就是怕不怕过敏。刚刚讲避免那个过敏，因为其实过敏在日常照顾上面，而且很容易会可能有一些并发的状况啦，就是担心你严重起来的时候会更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般的医疗的过程的内容你有没有清楚，或是你会不会害怕啦，因为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会比较不熟悉一点。然后如果是应届毕业生就是想要做的话，你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们这行业是不是供大于需？对，我们其实正常来讲大家还是比较需要助理的，因为助理的汰换率也高，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教导流程，尤其是动物的，他教导流程也比较久一点点。所以等于说你们面试的时候如果都能接受这些内容，也能清楚，差不多100%会上的。对，应该很难可以接受就可以了。那这样你有什么想要踏入这行的一些建议吗？可要先注意什么之类的？建议嘛，我觉得重要的是还是要保持警惕跟保护自己啊，因为刚刚讲的这些工作很容易受伤。我们有很多我们已经长时间在这边做了好几年的人，那个猫咪今天它就是一只正常的猫咪，今天心情突然来了就直接咬你一口。我之前有被猫咪咬到整个手上肿一个超级大的脓包啊，然后我们有同事被咬，刚好猫咪真的超级会咬，直接咬到它的血管，然后血管直接那个细菌回冲，它直接整只手蜂窝性组织炎，它是肿到它整个上手臂这里全部都是水肿肿胀的那一种，五指是没有办法伸缩的那一种的，所以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因为你们随时会有危险。那除了注意自己安全之外，还有什么建议吗？像是内心够强大吗？对，有这种在撇除刚刚的那些酸民啦，你其实有时候在照顾上面的时候，你总是还是会遇到
你用心照顾我犬猫，它结果到后面还是离开了状态，然后或者是你那个面到那些很机车的民众，或者是他们就是很不讲理，或者我刚刚讲光是听到刚刚那个自己要去领养，然后回来还要再找你还的那些人，然后你要面对他，然后还要去协助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真的就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心素质了啦。所以内心要够强大。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我真的觉得真不要太有爱心，因为也不是说没有爱心，因为一定是有爱心你才会来去做动物收容的一些工作啊。那真的不要太有爱心，是你今天看到每只猫，它好可怜哦的，然后开始再去处理你的猫。我刚刚讲的，你今天照顾的犬猫，真的就有可能会不小心离开。那如果你每一只都要爱心爆棚的话，那你会受不了，真的会受不了它那些照顾上面的问题。我们之前有一只很可爱的小只后滩猫，那我们的医疗到它真的是好好的就长大，然后稍微可以用后脚开始站立，但它有一天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因为它是小，真的还蛮小只，可能不到2-3个月这样子，然后后来它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疾病或是突然有什么状况，然后突然就离开了，就都很多突然间的意外发生。就是一个晚上，这是我第一个会让我自己很错愕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真的有吓到，想说哇，我本来好像有机会看到慢慢好转的一个小动物，然后就这么突然间的离开的那个时候，如果每一只小动物都要受这个这么精确的挫折，你会先生病，要理性一点，因为你们会接触到更多的生离死别跟意外了，所以本身情感理性跟感性要比较切得开，对，你要没有那么带感性的面对每一只动物啊，别理性。然后我在找问题时，有看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人竟然发问说，就是长期当受助的女孩子，他们生小孩会有影响吗？因为他们很担心长期接触到那个 X 光。应该是还好啦，因为你知道我也觉得不会，你知道在外面去查那个拍 X 光的那个辐射能量，你每天接触手机那个接受的辐射能量就超过了，因为搭一次飞机是对，你手机都还是每次贴在这里，睡觉还放在你枕头旁边了，你还在被担心拍 X 光会怎么出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啊，正常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对啊，我看到留言，他们有人说他们同时月经是都蛮准时来的，应该是不用对啊，担心什么？对啊，手机辐射就更强了。对啊，我在找的时候有看一个蛮有趣的文章，然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文章内容就是说，他是一个兽医助理，目前已经任职1年半。那他的诊所因为有配合台湾之星，所以会吸引很多门诊的流浪，然后很多送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张口呼吸了。他们家有免费会为往生者诵经跟助念的服务，他就感到疑问说，那我可以为这些已经往生的孩子念经吗？或者是回向？大部分都是因为没有名字的毛孩子，就是那些动物们。如果今天宿主带来有名字的猫往生了，也可以这样做吗？就像是在家帮他们点香，或为他们诵经。你们会这样对流浪猫吗？过世的猫？不会啦，因为我们会帮忙协助火化，但是主要负责火化的时候，政府也会有相关的配合单位啦，所以我们顶多是接收到遗体之后，再把它放到冰库里面这样子。而且你们感觉很大量每个动物都要诵经，然后感觉对啊，真的会受不了。而且我你会背起来2年，真的可能已经，我现在可能现在就开始跟你念心经跟往生经给你听。看下面留言，其实大家是说是可以这样做，但不用特别跟事主说，因为有些事主可能不一定会觉得开心，甚至会骂你，因为有些宗教信仰问题，或者说你凭什么这样帮我这样做，反而会造成你们困扰。还好啦，我们这边其实也蛮常有那个就是带来火化的那个事主啊，他本身就是可能也是有相关宗教信仰，就是有些人会那个金纸做的坛子啊等等，我们一样会一起帮他去做火化，就是尊重人家的信仰，就会是以客人为主，对，主要尊重他们的信仰这样子。那我想问啊，就是例如我现在在路上就是看到一只可能动物，它可能被车子撞到了，它可能在受伤的状态中，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要打电话做什么处理吗？ OK， 好，分几个阶段啊。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健康的小动物，然后它那个在路上流浪，来看到它在穿梭在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的话，那动保处这边会有一个管制队，就是我们这边去捕获流浪犬猫的单位。那你可以先不管是打给他们，通常一定会有相关的电话，网络上面查得到，他们就会找时间去协助捕获那只流浪犬猫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那个上班时间跟一般的上班族一样，所以他周末是休息的。那再来的话，刚刚讲的可能是受伤的一些动物，一样是管制队的人员会去做协助，然后他们接到的时候就会帮他收到，会评断他的伤势啊。如果是很严重的状况的话，他们就会让先送到我们的合作的动物医院去这样的。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被路杀的小动物啊这些状况的话，你可以打给那个每个县市应该都会有的清洁队。对，清洁队。因为之前我是遇到，然后我朋友他是打警察局，
不处理，消防队不处不处理，只有清洁队在处理，还有那个宠物医院不处理，对，所以变成是说是清洁队，对，当然你要自己捡起来，然后自己要带去火化也是可以的，但就是你自己会需要多负担一笔费用。那政府的清洁队正常来讲就是不会跟你收相关的费用，清洁队会帮忙处理这一件事情。他应该说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本来就是要去清洁路上的动物了，那今天只是联系他哪里有之后，他们就会直接去派人去处理，派人去处理。因为那时候是找3个地方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然后一直推皮球这样，对，然后当下的感觉就真的不是很好，因为就是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有相关负责部门，你总不可能去银行说你要买便当，对，而且政府部门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他们其实不清楚，因为我是在现在这个工作我才知道，所以你去问其他那个不是那个相关的业务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完全讲不出，他也不知道是要哪里处理，这样一定要问到，肯定最后问到他们说，不然你去问收容所看看，然后我们知道的时候才会打电话，请你打电话去通报清洁队，你才会知道有这个。所以在政府部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了，所以只能这样踢皮球。所以受伤是1995，如果是1999，然后如果已经往生的话，就是清洁队这样子。那当然了，如果你通通都打1999市民服务，他们应该有相关的专线可以去帮他转接，因为都是政府相关的部门。OK，大家学起来喽，学起来。那最后你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那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今天照顾一个小动物之前，一定要先考虑好所有的内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真的不要弃养，因为大家我看过有很多人是想要用谈恋爱的心态去，他们是一个生命，谈恋爱再怎么样，他也是两个人互相。可是今天那个小动物，你今天想养它是你的决定，你今天不想养它是你的决定，他没有选择权，他只能接受你做的所有选择，所以他就是一个远比你想象中还要沉重的负担，甚至它在法律上就只是一个财产而已，它甚至不是生命。它甚至不是生命。你不要就是只想到这些小动物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连它的不好的地方都开始接触到，你要设想好，还有如果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都要承担，这样你才是一个合格的饲主。就是真的希望大家真的要去饲养任何动物之前，就是最少一定要先考虑好，一定不要弃养，然后要考虑好自己可以负责的范围，还有它所有的可能要尽一个责任，身为一个领养者，因为它只有你，对，它真的只有你，你可以有全世界很多的东西，但你就是它的全世界，没错，你是它的全世界，大家谨慎哦。对啊，大家要谨慎。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边啦。大家想看我们访谈什么样的职业，都欢迎在底下留言，也欢迎大家可以寄 Gmail 给我们。Gmail 链接我们会放在主页的下方。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也会上传影片版在 YT 哦。搜寻橘子树生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觉得我们影片不错的话，也欢迎给我们超级感谢，给我们一些鼓励。那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